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微微，我人在台湾了。今天这个视频要跟大家分享我从加拿大回来台湾前后的整个流程，是上个礼拜五12月3号抵达台湾的，所以我的记忆还是非常的清楚，记忆犹新，完全记得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只能说，现在在疫情之下，你要踏上台湾这片土地，真的困难重重，真的是太辛苦了。还没有看过我上一个视频关于飞机篇的，等一下看完这一篇可以再去看看哦。如果你计划要回来台湾过农历新年，还是之后明年再回来，或是你就是想要看看现在疫情之下要准备的东西到底有多少，这支影片一定可以帮助到你哦。影片资讯会有一点多，很多有用的 tips 干货都会分享给大家哦。我会尽量的整理比较容易理解，然后我也会把一些用到的网址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里面哦。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，Let's go！第一重点就是先找好防疫饭店是第一步，重点说3遍，先找好防疫饭店，防疫饭店，防疫饭店。我是12月3号抵达台湾的，所以一定要住满14个晚上的防疫饭店。其实是15个晚上啦，你抵达台湾的那一天是不能算的，是从你隔一天才能算第一天开始。如果你是在12月14号到明年的2月14号回来台湾呢，你有3个方案可以选择，我会附上 link， 有详细的说明在下面的资讯栏里哦。不管你是哪一个方案，都要找好防疫旅馆或是自费住及检所，而且有一些防疫酒店呢，它不一定会接受3个方案，所以你要先事先问好你想订的防疫酒店接受哪一些方案。所以就是说，你要先找好防疫酒店，再去买机票，这才是正确的选择。是11月6号问了我现在住的这间桃园的防疫酒店，他原本是说没有空房的，但是当他了解到我的班机是晚上9点40分抵达台湾之后，就跟我说有空房了。如果我是早上或是下午抵达台湾的话，可能我就租不到我现在住的这一间了。一个晚上是2500块台币，包3餐，而且你随时24小时叫 Uber Eats 或是 Foodpanda， 饭店人都会帮你送上来。对了，你订好防疫酒店之后，记得要印出那个收据，因为上面有饭店代码。这张纸是进入台湾之后防疫人员要检查的哦。第二个就是订机票了，找好防疫旅馆之后就可以订机票了。我跟你说，除非你已经坐在飞机里面，然后飞机在跑道上面要起飞了，你心里的那个石头才能真正的放下来。我妈妈的班机就总共被改了5次班机被更改，在现在这个疫情阶段根本就是习以为常了。有太多的可能性，你的班机可能会被更改，比如说又发现新的变种的新冠病毒，哪个国家又锁国了，你订的班机太少人坐了，航空公司一飞就会亏钱的那种，等等的 N 百种原因会导致你的班机被更改。你不要以为只是被更改而已哦，有可能是改几个小时之后，甚至有的是几天之后。我看过网络上最夸张的是改到2个礼拜之后，还有你搭飞机前3天要做的 PCR test 也要改，防疫饭店也要改。我妈妈坐的班机到起飞的前1天都还在被更改，而且现在有直飞的班机真的太少了，要不然就是会非常贵，所以很多人都是买多一个 stop 的航班。我妈的就是从温哥华到香港，然后再到台湾。她在香港机场等去台湾的班机，忽然就收到被更改的通知，所以她足足在香港机场等了20个小时。而且国泰航空有让她去商务舱的贵宾室，去里面休息吃吃喝喝。我自己就非常幸运了，从温哥华到仁川韩国机场，然后再到台湾，一次都没有被更改，真的是谢天谢地了。第3件事情就是可以预约 PCR 新冠检测了。上飞机前3天，也就是72小时，
之前要看的报告。我是在 Life Labs Fly Clear 做的，位置在温哥华机场附近，很大一间，而且很安全，位置都隔着很远，而且通风也很好。价钱是150块加币再加税，所以是157加币。在官网上付完钱就可以预约时间了。去的时候记得要带上你的护照，跟你 booking 之后印出来的那张纸。如果你没有带上你的护照，你就不能检测咯。检测中心有一个台湾女生，非常有耐心跟爱心，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那边检测的话，记得要去找那个台湾女生。我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了，但是她都是坐在一进去之后最左边的那个位置。我觉得检测的时候是有一点恶心因为她会用一根东西先挖你的嘴巴，左右的来回挖。然后呢，用同样那根东西呢，就挖你的鼻孔，但是挖的不是太深，就是可能很前面而已。挖鼻孔的时候不是那种插到脑后的那种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可是我就在想说，如果有口臭的人怎么办？挖完自己的嘴巴，然后又闻到自己的口臭，所以整体来讲是非常舒服、安全的。报告隔一天之后就会收到，记得要印出来就可以了。用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同时也在星巴克上班，周一到周五，一直到11月26号才离开星巴克的。我店的伙伴们都超级好，超级好相处。有一个我最喜欢的菲律宾伙伴，他在我上班的最后一天画了这个 board， 所有那天进来的客人看到那个 board 就问我说为什么要回台湾，然后跟我道别，真的太有心。让我小小的 self promote 一下，我之前有当过5年星巴克的店长，还没有看过那个影片的，等一下可以去看看哦。还有你要确定你的台湾护照有效期限要有6个月，当然如果过期了，你还是可以进入台湾的，只是说程序上面要比较麻烦一点。还有你出加拿大之前，必须要有个疫苗护照，截图在你的手机里面。现在每一个住在加拿大的人，如果要坐飞机、火车或是渡轮，都一定要有那个疫苗护照。还有坐飞机的48小时之前呢，你要先上这个台湾的入境网站，填好这个表格，然后长按2秒之后呢，截图在你的手机里。当天去到温哥华机场的加航地勤小姐呢，就有看我的加拿大疫苗护照，还有 PCR test 结果，还有我的防疫酒店的订单。我提早3到3个半小时之前就到达机场，因为我怕疫情期间安检的人员会很多很慢。结果还好，我很快就过了安检，然后到达了登机门。登机之前呢，还会再检查一次 PCR test 结果。比较让我惊讶的是，居然没有测量体温就让每个乘客上飞机了。一到我的位置，我整个傻眼，真的心都凉了一半。因为我看到整架飞机几乎要全满，我在想说加航是最近有缺钱哦，我前后面都被所有人包住，旁边呢也有一个韩国小姐就坐在我的旁边。等了几分钟之后呢，发现说我右边的右边居然没有人坐，所以那个韩国小姐就移到右边去，所以还好中间隔着一个空位。她自己应该也是很害怕坐在我旁边吧，而且她吃素，所以她的餐都是先送给她。她吃的时候呢，我口罩就戴着，然后换我吃的时候呢，她的口罩已经戴上。然后她看到我一上飞机呢，就拿出酒精棉开始消毒我所有会摸到的地方呢，然后就开始拿出她的酒精棉，然后学我擦。我跟你们说，反正现在坐飞机呢，就是2个字。闷死！真的除了吃喝时间以外，其他的时间都要戴上口罩。我刚开始戴了一个 N95 的口罩，加上一个 face shield， 整个后来就是不能呼吸，然后加上大头痛。飞到仁川韩国机场之后，居然遇到我的国高中朋友有Len，我们好几年没有见面了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大聊特聊。从一下飞机呢，就有很贴心的长荣地勤人员给我们指示到我们的登机门口。一上飞机呢，整个安全多了，整架飞机可能不到40个人，每个人都隔着很开。抵达台湾啦，终于踏上台湾的这片土地了。我已经有28年在温哥华生活，这次是我第2次回来台湾，真的是百感交集，又紧张又兴奋的，好像来到一个全新的国家。我在飞机上等待的时候，就收到了台湾入境检疫的那个简讯。如果你还没有台湾手机号码的话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先用加拿大的手机号码先填那个
个表，48小时之前要填那个表格。记得你在填你的号码之前要加上一个加号，然后再写1，然后再打你的电话。如果你抵达台湾之后呢，一直没有收到那个入境简讯呢，没有关系，外面会有很多工作人员很亲切、很有耐心的帮助你。我没有台湾的手机号码，所以我就先去了中华电信买了一个30天的无限量 data、4G 无线网路的一个 package，1000块台币30天，1分钟就搞定。当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 package， 你可以先上网看，或是你现场看也都可以。我用到今天是第7天，网速非常的稳定，我还蛮满意的。但是因为我还在防疫旅馆，所以都用饭店的 WiFi。接着 make sure 你收到那个入境检疫的报告之后呢，你就要截图那3张图片。接着你走到前面呢，就会有工作人员要看你的防疫酒店的订单、你的 PCR test 结果，还有那张入境检疫的报告，然后就过海关啦，很快速的就到达拿行李的地方。拿到行李之后呢，你就要排队去拿一个等一下要吐口水的一个罐子，跟你21天后在家自己要自己检查的一个新冠的 box。走出机场后呢，往左转就会有一个要吐口水的地方，是在外面。吐口水呢要吐3到5 ml， 你就会看到大家在一间一间的隔箱里吐口水，还蛮好笑。吐好了之后呢，就会有一张防疫贴纸，你就贴在你的衣服上面，然后你就走到去坐防疫计程车的地方。当你在填表格的时候啊，会有工作人员用酒精狂喷你的行李跟你的身体360度，包括鞋底都要喷，感觉就是要大消毒先才能坐上防疫计程车。我订的饭店在桃园，所以差不多15分钟就到达了，台币538块就可以。像我妈妈还有我同学，他们是订在台北还有新北市，所以他们坐了差不多45分钟的 taxi， 然后是付1000块台币，多余的钱呢政府会有补助，然后最好是付现金给司机大哥啊，因为我在网络上有看到，如果刷卡的话，他们还要过几天才能拿到钱，而且好像要被扣手续费等等。最后2个 tips 分享给大家哦，记得出国前呢要先买 out of country 的那个 medical insurance。我买的呢是有包括新冠的保险，任何原因去医院，包括新冠都是最高保到500万加币，就怕万一，对吧？我回来台湾72天是花了207块加币，是跟 Manulife 这间 insurance company 买。再来就是我没有换太多的台币在身上，因为加币现在狂跌，所以很不划算。我就申请了一个 Scotiabank Passport 的 Visa Card， 它是没有任何 exchange fee， 就只有那个 conversion， 就是台币换成加币。因为基本上其他的信用卡呢，都会在额外要多付一个2.5到3% 的 exchange fee， 这样就很不划算。我会把以上讲到的 information 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哦。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Willy Woodwork， 还有其他所有的 socials 哦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我私底下一些动态的话，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哦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要点赞、关注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这个视频有一点长，但是我相信一定可以帮助到想要回来台湾的一些人。你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或家人们哦。不要忘记 sharing is caring 哦。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